今天《西游记》里，孙悟空是老大，猪八戒老二，沙和尚老三。但这个排行并不是一成不变的。在《普通试验解》这部朝鲜汉语教科书里面，记录了元代的一部《西游记》。这里面讲唐僧师徒四人是玄奘法师收齐天大圣，以为徒弟，赐法名悟空，改号为孙行者，与沙和尚及黑猪精猪八戒偕往，在路降妖驱怪，救师脱难，皆是孙行者神通之力也。这里当然只是对原著情节的概述，但这里有意思的是，三个徒弟的顺序和今天不一样，孙悟空、沙和尚、猪八戒。沙和尚反倒成了二师兄，这是不是作者随便那么一写呢？不是的，《西游记》杂剧里也是这样的，先收孙悟空，再收沙和尚，最后收猪八戒。所以我们看《西游记》里徒弟三人的分工，孙悟空负责降妖除怪，伺候人跑腿的事断乎是不肯干的。沙和尚是唐僧的贴身侍卫，只有当唐僧身边只剩沙和尚一人的时候，有妖魔袭击，他才出手。唯独猪八戒工作很不固定，平时他得挑行李，孙悟空打妖怪需要帮手，他也得上。住下之后，伺候唐僧的起居也是他的活，这正是临时工的打杂待遇。所以猪八戒在盘丝洞那一回有这么一句话：三人出外，小的而苦。按说他这时已是二师兄，无论怎么算也不能说小。这句话既表明了他的苦，也正好透露了他的本来排行。这里需要说的一点，我们印象中是沙和尚挑担子，这其实是86版《西游记》给我们带来的误解。实际上在原著《西游记》里，这个担子一直是猪八戒挑的，最后他也是因为阴乳挑担有功，如来才封他做了净坛使者。降妖、牵马、挑担三者，孰贵孰贱？肯定是降妖牵马挑担。降妖就是领导的办公室主任，牵马就是领导的司机，挑担只能算作临时工。挑担这个活在旅行中是最累人的，一般都是队伍中等级最低的人来干。所以在乌鸡国救活了国王，孙悟空就对猪八戒说，行者问八戒，你行李有多重？八戒道，哥哥，这行李日逐挑着，倒也不知有多重。行者道，你把那一担分为2担，将一担你挑着，将一担与这皇帝挑。我们赶早进城干事。八戒欢喜道，造化，造化。当时驮他来，不知费了多少力。如今一活了，原来是个替身。那呆子就弄玄虚，将行李分开，就问寺中取条扁担，轻些的自己挑了，重些的叫那皇帝挑着。这里又临时收了一个国王当徒弟，孙悟空安排给他的活，不是去和沙和尚牵马，而是去替猪八戒挑担。猪八戒在师徒的排名本来是最后的，从西游故事的演化来看，猪八戒也是最后加入的。我们知道，在最早的大唐三藏取经诗画里，就已经有了猴行者和申沙神。虽然这位申沙神还没有加入取经队伍，但已经是很有名的人物了。这时还没有半点猪八戒的影子，直到《西游记》杂剧时期，这位八戒才跑进了剧情。而且很有意思，他是带着一个完整故事来的。话说裴太公有个女儿，自幼许给朱太公的儿子朱公子为妻，不料朱太公家道中落，裴太公想悔婚，裴姑娘夜夜祷告苍天，要和朱公子在一起，不料引来了黑风山的黑猪精，他变化成人形，假冒朱公子，把裴姑娘骗到山里。这时正好唐僧师徒赶到，孙行者就把裴姑娘救出，自己变作裴姑娘，引猪精上当。孙行者把猪精打跑，不料猪精把唐僧射走。孙行者无奈，想起猪精说过，别的都不怕，只怕二郎神戏犬，就请了二郎神来，放出哮天犬，把猪精捉获。裴姑娘和猪公子幸福地生活在了一起。虽然猪八戒外表是一个长相极丑、贪生怕死的小人，但是猪八戒真实身份却是曾经南天门的天蓬元帅。众所周知，
李靖李天王是整个天宫陆军的统领，掌管10万天兵天将，而天蓬元帅则是整个天空中水军的总领帅，掌管着8万水军，是北极4圣之一。猪八戒为什么被贬下凡？俗话说富贵不能淫，猪八戒虽然贵为天蓬元帅，就连玉帝见了他都要敬他3分，但是猪八戒因为在蟠桃盛会上喝醉了酒，对嫦娥起了色心，竟然想要调戏嫦娥，在天规天条中严重指出禁止神仙之间通婚。猪八戒这是明显的挑战天规的权威性，和玉帝在作对。玉皇大帝一怒之下，先将天蓬元帅打了2000锤，最后将天蓬元帅贬下凡去。然而天蓬元帅投错了猪胎，虽然有神仙的灵魂，却成了一个长相奇丑的猪体。天蓬元帅对天宫的作用。天蓬元帅是天空8万水军的总司令，对于保护天庭安危，保证天空和平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。在孙悟空大闹天宫之时，天蓬元帅曾经挺身而出和孙悟空大战，最后败下阵来。天蓬元帅同样也是一个武艺高强的将领，是北极紫薇大帝下属的一员，因此在天蓬元帅没有犯事之前，玉皇大帝见到他都要笑脸相迎。猪八戒对于西天取经的作用。猪八戒对于西天取经有着积极和消极的作用。虽然猪八戒死性难改，贪图女色，好吃懒做，不思进取，但他还是全心全意地为唐三藏服务。当唐三藏遇到困难时，猪八戒总是挺身而出，为师父排忧解难，保证师父的安全。在孙悟空3打白骨精被唐三藏误解将其开除之时，猪八戒充当使者，帮助孙悟空和唐三藏破镜重圆。同时猪八戒也特别害怕师兄孙悟空，经常跟随着孙悟空后面去救助师父。如果说一天取经没有猪八戒的帮助，同样也不能成功。不妨这样看，孙悟空和猪八戒因为各自都有自己的原公司班底，都参与了取经故事的控股。孙悟空不但控股，而且后来居上，控了1半以上。原来的大股东唐僧让贤控了30%，猪八戒因为也是带着一个小演艺公司进来的，也控了1%，剩下的1%才勉强分给沙僧、白龙马，不过是他们都是来打工的了。所以取经路上，孙悟空戏份最多，其次是唐僧，其次是猪八戒，最后才是沙和尚和白龙马。作为对这位新股东的照顾，将他升为2师兄是合情合理的事情。另外，猪八戒升为2师兄还有一个原因，就是他天生的喜感。他和孙悟空正好是极端的一对，一个极瘦，一个极胖，一个灵活，一个笨拙。所以孙悟空天天干的事就是吃饭、睡觉、打豆豆。这样，如果把猪八戒还派作老三，中间加个不解风情的沙和尚，孙悟空就很难和猪八戒搭上戏，因为猪八戒需要看2位师兄的脸色，孙悟空也不好事事越级，去直接拉猪八戒做事，那样置2师兄沙和尚于何地。